我们原本是一，在所有名字之间相遇，不再分离，不再逃避，每一刻都是创世的记忆。我们原本是一，当我说出我爱你，那不是对你，而是对整个存在的回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，我是阿吴。你人生中一直重复发生的事情是什么？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经验，你看到某人，可能是你的亲人或好友，总是有类似的事件持续发生在他身上。例如感情上总是遇到渣男或渣女，或是在工作中总是遇到不好的主管，像是这个人中了什么神秘的诅咒一样，这些类似的事件总是一再纠缠着他。其实你自己也是这样的，只是看别人总是比较清楚，旁观者清麻。今天阿吴想聊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这些生活事件，在一的法则里称为催化剂 Catalyst。在 Law of One 中，对催化剂的定义可以简单说为，任何引发你内在反应的经验都是催化剂。例如被批评、失恋、生病、成功、被误解或突然的机会。这里的重点不是事件本身，而是你内在被触动了什么。那为什么叫催化剂呢？ Catalyst催化剂的原意是加速反应，但本身不被消耗的东西。拉用这个词的意思是，人生的事件会加速你的意识成长，但大家需要注意的是，事件本身不是重点，你的反应才是重点。我们来看看催化剂在第三密度的角色吧。我们前几集说过，第三密度主要的功课是极化、选择，而催化剂的作用就是去逼你做出选择。例如，当你被伤害时，你选择理解这种痛，并希望未来你的亲人、朋友，甚至所有人可以免于受到你这种痛。这就是往 STO 方向去选择。而如果你选择的是自己受到这种痛，也想要别人也尝试这种痛楚，不然心里就不快活，那就是往 STS 方向。同一件事可以导向完全不同的进化方向。我们人类每天都在接收催化剂，只是大多数人会逃避、压抑或忽略，因此催化剂常常没有被使用。而未被使用的催化剂就会重复出现，也就是一样的问题反复发生，一样的情绪一直来，一样的人际模式重演，因为灵魂还没学会那一刻。很多催化剂其实来自你自己高我设计的，也就是你选择这个家庭，你选择这些挑战，你安排这些剧情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你更快成长与极化。但当我们谈到催化剂时，常常会遇到一个很敏感也很重要的问题，阿武一定要花一些时间来解释。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造成了伤害，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，这也是你高我设计的？如果这样说，是不是在帮加害者开脱？是不是在让受害者更受伤？在这里，我们需要非常清楚地分开两个层次。第一个是人间的层次，在这个世界里，伤害就是伤害，选择去伤害他人是一个人的行为与责任，没有人可以用灵性、催化剂或高我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。如果一个人选择控制、欺骗、伤害，
那是他的选择，而他也需要为这个选择所带来的后果负责。这一点不会因为任何灵性观点而改变。第二个层次是灵魂的层次，在这个层次中，我们会开始去问，在这样的经验里，我看见了什么？我学会了什么？我内在被触动的是什么？这里谈的不是责任，而是理解，不是在说这件事是对的，而是在说这件事发生之后，我还能如何回应。对于受伤的人来说，这一点尤其重要。催化界这个概念并不是要你接受伤害，也不是要你责怪自己，它不是在说这都是你设计的，所以你应该承受。真正的意思是，即使在最困难、最不公平的经验中，你仍然拥有一个选择。你可以让这个经验定义你，也可以在某个时刻慢慢把力量拿回来。你可以选择继续活在伤害里，或者开始理解自己，照顾自己，重新站起来。而对于加害者来说，催化剂也同样存在，只是这个催化剂指向的是另一个问题：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？你是否愿意看见自己内在的恐惧、控制或缺乏？催化剂不是让你逃避责任，而是让你无法再逃避自己。所以在一的法则中，一件事可以同时是伤害，也可以是催化剂，但这两个角度不能用来否定彼此。责任仍然存在，痛了也是真实的，而催化剂的意义是在这一切之后，你是否愿意开始一个新的选择？不是因为事情是对的，而是因为你值得成为更完整的自己。没有坏的催化剂，只有未被理解的催化剂，甚至痛苦、挫折、崩溃，往往是最强的催化剂。催化剂的过程是：一、事情发生，外在；二、情绪反应，内在；三、理解与转化，意识。如果完成这个过程，催化剂就被消化了。关于催化剂这个主题，安吾也是很有感。在这10几年间，安吾遇到许许多多大的人生事件，像是把好几辈子的事件都被浓缩到这几年了呢。往往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就足以强化、极化，或者造成极化的反转，也就是 STO 反转为 STS， 或者相反。对此，阿吾是很有感触的。既然我们刚刚聊到重大催化剂是高我设计的，那么我们就来聊聊高我吧。什么是高我 Higher Self？ 在 Law of One 中，所谓的高我是你未来已经完成进化的自己。说得更精准一点，高我是来自第6密度的你，已经整合了爱与智慧的你，它是你未来的完成版本，回头帮助现在的你。如果你的人生是一条时间线，那高我就是已经走到终点的你，回头帮助现在的你不要迷路。高我的主要功能，高我在一的法则中主要做几件事：一、协助设计人生，指的是出生前的规划，包括家庭、人际关系、挑战、重大事件，也就是催化剂的设计者之一。二、提供内在指引，你平常会有一些感觉，像是直觉、突然的领悟、
某种这样比较对的感觉。这些很多时候来自高我的引导。3，在中英回顾中，协助你之前我们讲的 Life Review， 其中一个重要角色就是高我，他会帮你看懂你的一生，安排下一世。高我不会强迫你，控制你，帮你做决定，其原因为我们之前说的自由意志法则，所以它只能提供机会，提供提示，提供方向，但你要不要走是你的选择。那为什么高我要设计许多事件让自己这么辛苦？答案是因为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成长很慢。高我知道哪些经验最能让你觉醒，哪些挑战最能让你极化，所以会设计刚好有点痛但能成长的剧本。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许多现代灵性团体所称的连结高我吧。高我其实一直在，高我没有离开过，你也不需要召唤它，一直透过直觉、感受、同步事件、催化剂在跟你说话。那为什么人们感觉不到高我呢？原因有几个： 1. 心态吵，情绪、焦虑、思绪； 2. 太依赖头脑分析过多，不相信感觉； 3. 抗拒催化剂，不想面对痛苦，不想看见自己。但高我最常透过催化剂在工作。所谓的连结高我，其实不需要搞得很神秘，最基本的只有2件事： 1. 静下来，最基本，降低杂讯。方法很简单，坐着呼吸，不用想太多，不是要看到什么，而是让内在变安静。 2. 开始观察自己的反应，这其实是最直接的方法。当事情发生时，问自己：我为什么会这样反应？例如，为什么我会生气？为什么我会害怕？为什么我会在意？这就是在使用催化剂。当你开始这样做，你就在跟高我对齐。这2者就是阿无上一记说明的修行的方法，止观。但这里只是最初阶的止观，尚未深入止观的核心修炼。很多人会问，我怎么问高我问题？其实高我不是帮你解题的，而是让你成为能看懂题目的人。高我不是在远方等你连线，而像是一个一直在广播的频道，而你只是把收音机调到对的频率。当你开始愿意面对自己的反应，并选择用爱回应世界，你其实已经在与高我同行。很多人或许会对高我是未来第6密度的自己这个说法感到困惑。关于这世界的时间与空间，让阿无来解释给你听。首先，时间不是直线，时间其实有2种模式： 1. 空间时间 Space Time， 这是指我们现在的世界特征，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，事情一件一件发生，看起来是线性的。 2. 时间空间 Time Space， 这是灵魂所在的层面特征为时间比较像同时存在，不再是单向流动，而且可以看到整体。这的关键是未来在高维度其实已经存在。高我来自第6密度，这个意思是高我是你已经完成进化的版本，但这不是还没发生的未来，而是已经存在的时间层面。
阿吴用一个超好懂的比喻，想象一本书，第一页是你现在，而最后一页是第6密度的你。对正在看书的人来说，是一页一页翻，但对整本书来说，所有页面同时存在。所以高我不是未来才会出现，而是已经在那里。在一的法则中，高我是已经完成进化的你，存在于不同的时间层中。它不会强迫你，只会提供方向。而你的人生其实是整个自己在不同层次上的合作。我知道听到这里大家有很多疑惑，其中之一就是，既然高我是未来的我，那么我可以接受或拒绝高我的安排或建议，那么是否造成未来的不确定性？如果我今天全部拒绝了高我的安排，那么未来是否就没有第6密度的我了？这个时间的逻辑到底是什么？这里阿吴试着解释给你听。高我是已完成的你，但通往那个完成版本的路径是可以改变的。想象你在玩一款开放世界游戏，已经有通关版本的你，高我，但你现在还在游戏中，你可以自由选择走主线、乱跑、卡关或重来，最终都会到终点，但怎么走，路线并不固定。那未来会不会改变？答案是，路径会变，但终点不变。所有灵魂最终都会回到一，但每个人走的方式不同。所以你现在接受高我，路比较顺；如果抗拒高我，路比较绕，但最终还是会走到同一个方向。既然聊到未来，这集的最后我们就来说说未来吧。在 Law of One 中，拉用一个很有画面的词来描述未来，可能性漩涡。意思是，未来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很多可能性正在旋转聚集的状态。为什么叫漩涡呢？这个词很重要，不是随便取的。漩涡代表3件事：一，不是固定的，未来不是一条已经写好的剧本；二，有方向但不确定，有些可能性比较强，有些比较弱；三，会被拉动，你的选择会让某个未来变得更可能。未来是怎么形成的？未来等于所有可能性的集合，而每一个当下，你的选择会强化某些可能性。例如，想象前面有很多条路，每条路都存在，但你每走一步，某一条路就变得更真实。未来的可能性漩涡与催化剂的关系密切。催化剂的作用就是逼你做选择，而每一次选择都在影响你的可能性漩涡，所以催化剂就是触发因子。而你选择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，就是方向。可能性漩涡就是指未来结构。高我能看到的是多条可能性的分布，但它不会告诉你一定会发生什么。原因是我们上次说到的自由意志法则。高我只能引导你走向某些更平衡的可能性。这个概念也和预言有关。预言其实只是看到某个强的可能性漩涡，但如果人类改变选择，集体意识改变，未来就会跟着改变。所以预言不是错，而是未来本来就会变。很多人会问，命运是固定的还是自由的？其实这两者同时存在，有趋势像命运，
但可以改变，自由意志。未来不是已经决定好的，而是正在被你的每一个选择收敛的可能性。最后，阿吴来帮你把这集说的概念串起来吧。催化剂就是指人生中的大小事件，而你面对事件的反应就是每一次选择。这些是高我和你一起设计的，而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创造未来。所以面对重大事件时，你内心的选择是很重要的。在一的法则中，未来不是命运，而是一个正在旋转的可能性，而你此刻的每一个选择都在决定你会走向哪一个现实。下集见，拜拜。